一位買冰淇淋的女孩居然把男朋友封在了水泥裡，這其中到底隱藏着什麼秘密？今天我們來講冰淇淋店藏屍案。提到冰淇淋，人們總會聯想到可愛甜美，若是由漂亮的小姐姐售賣，更是溫馨治癒的畫面。但今天的案件會讓你對冰淇淋產生完全不同的觀感。故事發生在2011年的奧地利維也納。2011年6月6日清晨，維也納市中心地下1水管突然爆裂，物業得知後立馬通知水管工檢修。工人們進入地下室排查，這裡面的房間多為臨街商戶的倉庫，其中一間裡堆滿冰淇淋盒和冷櫃，顯然是樓上冰淇淋店的倉庫。而這些盒子恰好擋住了漏水管道，必須搬開才能檢修。然而讓工人意外的是，這些冰淇淋盒子異常沉重，如同石塊一般，打開後發現裡面竟是凝固的水泥塊。就在众人搬運的時候，一名工人失手摔落了一盒，水泥被摔碎，一只人類的腳赫然出現在眼前，讓现場所有的人瞬間驚住。報警後，警方迅速趕到並封鎖了現場。隨着周邊商戶陸續上班，人群聚集，議論紛紛。但在人群中，一位容貌姣好、身材婀娜的女子表情淡定，眼神卻滿是焦慮。當水泥中藏屍的消息傳開後，她瞬間面如死灰，悄悄退出人群，快步離開。她就是本案的主角斯特凡·克拉薩，親友都叫他斯特。斯特1978年9月出生於墨西哥，父親是耿直的揭露腐敗的記者，因遭到當局打壓，1984年舉家移民西班牙巴塞羅那。當時斯特僅5歲。父親為養家承受着巨大壓力，脾氣愈發暴躁，對家人尤其是斯特有着極強的控制欲。在父親的高壓強權下，斯特被迫隱藏所有情緒，活成溫順的乖乖女。童年的長期壓抑讓她內心滋生出黑暗的念頭，甚至曾幻想傷害、殺死父親。成年後，斯特遵從了父親的意願，選擇了自己不喜歡的專業。她唯一的期盼就是畢業後獨立生活，組建家庭，成為母親。大學期間，她全身心投入一段戀情，認定男友會是自己的丈夫，可畢業之際，男友卻以年輕不想成家為由提出分手。這次打擊讓斯特的黑暗人格徹底覺醒，她甚至開始計劃破壞男友的剎車系統，制造車禍。為擺脫這種心魔，她決定離開西班牙，前往德國開啟新生活。在德國生活期間，斯特做過家庭保姆，後來在冰淇淋店找到了一份全職工作。而他逆來順受的性格讓他頻頻遭受上司的語言羞辱，甚至被限制上廁所次數。表面順從的他，內心怒火不斷積聚，黑暗人格再次浮現，甚至開始在網上研究縱火知識。就在他密謀的時候，愛情突然降臨，讓他的心魔暫時沉睡了下去。2002年初，冰淇淋機銷售員霍格上門跑業務，對斯特一見鍾情並展開追求。斯特再次全心投入感情，不顧兩人15歲的年齡差，短短數月後便與霍格結婚。婚後，斯特計劃生子，但霍格卻暴露本性，對他實施語言暴力、精神控制，沒收他的工資，扣押他的旅行證件，將他變成依附自己的奴隸，使計劃落空。2005年，霍格提出前往奧地利維也納開冰淇淋店。斯特本不願離開熟悉的環境，可霍格承諾到新環境就考慮生孩子，戳中了斯特的軟肋，他立刻答應。兩人在維也納商業街盤下店鋪，約定各占50%股份，收入均分。可實際經營中，斯特獨自忙前忙後。霍格卻宅在家，沉迷槍械收藏和遊戲，捲走大部分利潤，生子的承諾也徹底落空。被騙的斯特日漸絕望，黑暗念頭再次蠢蠢欲動。此時，冰箱推銷員曼弗雷德走進冰淇淋店，被斯特的美貌吸引，展開熱烈追求。曼弗雷德同樣比斯特大15歲，卻是擅長甜言蜜語的花花公子，很快俘獲了斯特的心，兩人成為情人。在曼弗雷德的鼓勵下，2008年，斯特向霍格提出離婚，霍格爽快答應，卻拒絕搬離兩人的公寓。沒有積蓄的斯特只能與前夫同住，依舊承受着霍格的謾罵與壓榨。冰淇淋店的收入仍被霍格霸占，長期的壓抑終於讓斯特徹底爆發。2008年4月27日，斯特結束工作回家，再次遭到霍格的羞辱謾罵。霍格把玩手槍後放在桌上，轉身繼續打遊戲。忍無可忍的斯特拿起手槍對準霍格扣動了扳機。接下來幾天，斯特照常上班，但每天都心神不定，以為槍聲會引來警察。可3天過去，無人察覺。清醒後的斯特開始處理遺體，最初他試圖焚屍，但濃烈的煙味很快引來消防員。斯特憑借美貌和歉意蒙混過關。焚屍行不通，他又買來電鋸分屍，將屍塊裝進塑料袋放入冰櫃。別人問及時，謊稱霍格因信仰前往了印度，因霍格人緣極差，無人深究此事。半年後，公寓租約到期，房東因之前的火警拒絕續約，斯特不得不搬家。他用冰淇淋店的盒子分裝屍塊，灌入水泥密封，剩余部分則直接封進冰櫃。隨後找朋友將這些沉重的盒子和冰櫃搬到冰淇淋店地下室藏匿，整個過程未引起任何懷疑。
除掉霍格後，斯特與曼弗雷德走到一起。30歲的他依舊渴望結婚生子，為討好情人。他在曼弗雷德的精神控制下，多次接受拉皮、鼻翼縮小、豐唇等整形手術。可最終他卻發現，曼弗雷德早已成家，還有多個孩子，明確拒絕與他生孩子。經歷過此前的一切，斯特早已變得冷靜狠戾。他悄悄接受射擊培訓，買來電鋸、塑料薄膜和水泥，做好萬全準備。2010年11月21日晚，趁曼弗雷德熟睡，斯特開槍將其殺害。幾天後，冰淇淋店地下室又多了一批澆注水泥的盒子。霍格終於有了同伴。曼弗雷德交友廣泛，他的失蹤引來諸多質疑。斯特自知謊稱不知情，也無法平息，只能主動報警。警方在調查無果後，案件逐漸擱置。解決曼弗雷德後，斯特又結識了新男友羅蘭，對方同樣比他大15歲，但性格卻是個正常的人。兩人甜蜜相戀，認真規劃組建家庭。32歲的斯特終於感受到人生的幸福，期盼多年的母親夢似乎即將實現。可這份幸福僅維持了半年。2011年6月，商業建築下水管道爆裂，工人檢修時發現了地下室的藏屍水泥塊，斯特的秘密徹底曝光。他當天本是笑着準備開店，得知真相暴露後立刻逃離，委託清潔工取來護照，購買了逃往法國的機票。出租車快到機場時，他憑借直覺提前下車，躲過了警方的布控，隨後搭順風車逃到意大利，但僅3天就被當地警方抓獲，引渡回奧地利。羁押期間，精神評估顯示，斯特因長期壓抑患上嚴重人格障礙，但作案時神志清醒，需承擔法律責任。而醫生同時發現，斯特竟然懷孕了。受孕時間正是藏屍秘密曝光的當天，命運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。2012年2月，斯特在獄中與羅蘭結婚。同年3月，孩子出生，交由羅蘭撫養。半年後，庭審正式開始。斯特對罪行供認不諱，自稱罪孽深重，卻全程面無表情，毫無悔意。2012年10月23日，他被判處終身監禁，且不得假釋。2017年，入獄5年的斯特因危險性過高，監獄以無法保障其他女犯人安全為由，將他轉移至男子監獄。服刑期間，斯特親自執筆並授權出版了2本書，自稱冰霜女士，並將所有版稅收入留給從未陪伴在身邊的孩子。斯特的罪行無可饒恕，他從一個渴望愛與家庭的普通女子變成冷血的殺人兇手，是長期的精神控制、情感壓榨與童年壓抑，一步步將他逼成了怪物。這起案件也警示着所有人，肆意摧殘他人精神、玩弄操控他人的人生，終將迎來無法承受的反噬。